一个礼拜前，我们说美国似乎是说一说，但是现在我们光从这些实际的数据还有事实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乐观的本钱。而且，即便中东4个国家在先前我们看到他们出面斡旋哦，似乎好像效果也不大。因为这个斡旋，我觉得它只是先让川普不要急着，譬如说用这些中长程的武力就直接攻击了伊朗，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去捅了一个马蜂窝，后面不知道伊朗会怎么样的报复。中东的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因为伊朗现在的局势呢，虽然说这个看似平静啊，但是好像这个隐性还没有完全的拆除，而且呢，在这个局势呢，本周呢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因为美伊两国现在不只是在嘴上互相呛虾而已啊，现在包括了飞弹、航母战斗群、战机全部到位，感觉起来不太像是要进行一场演习的样子，而且呢是更进一步的。像是战争要开打前的最后就定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X 账号叫做 Your Anonym TV， 那它是 Anonymous TV 啊，它旗下的一个账号，它就爆料指出说，伊朗在得到俄罗斯的同意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达到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试射。这个飞弹的射程呢，可以直接覆盖纽约跟华盛顿，美国这些重要的大城市。而伊朗背后支撑的力量呢，也浮出水面。现在包括传出中国大陆方面呢，正在评估向中东波斯湾要转移更多的武器，包括了有哪些呢？像东风27、26，还有鹰击21高超音速飞弹。这些飞弹对于美军现在要调派到中东的林肯号，恐怕会造成这个战略威慑啊。X 博主 War 更爆料说，伊朗已经接收了中国大陆至红旗9B 防空系统。而且至少有16架中方的军用运输机急飞到德黑兰，美方跟以色列也在部署重兵，他们把大批的军事力量移到中东，像是爱国者萨德飞弹防御系统都加派到中东部署。另外像是 Eagles 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进驻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 ，F-15E 呢也集结了24架。林肯号现在即将进入到阿曼湾，还有以色列方面呢，传出已经准备超过有7000枚的飞弹。从美伊双方现在部署在军事，光是这个军事力量态势来看，当然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双方都在把力量拉升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进行演习。我看报道上面的标题啊，甚至都想说只等川普下令了。奎博老师怎么看？是真的不惜一战了吗？如果你从这个美军目前的部署来看的话，美国它确实是在往准备这个进行武装冲突、武装行动的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对，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大概在1个星期前，我们说，你看美国根本嘴巴说一说，动作都还没有做到嘛。但是呢，美国现在差不多经过1个星期的准备之后，包括它的这个空中的还有海上的武力，甚至包括陆上，像大家最近常常提到的 Delta 三角洲的这个武装的力量，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伊朗的附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1个礼拜前我们说美国似乎是说一说，但是现在我们光从这些实际的数据还有事实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乐观的本钱。而且，即便中东4个国家在先前我们看到他们出面斡旋哦，对，似乎好像效果也不大。对，因为这个斡旋，我觉得它只是先让川普不要急着，譬如说用这些中长程的武力就直接攻击了伊朗。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去捅了一个马蜂窝，你后面不知道伊朗会怎么样的报复，因为伊朗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导弹能力。对，这导弹能不能够在类似核弹头的，或者是巨型炸药的这个弹头，其实说实在，外界并不是那么的确定。而且最后倒霉的搞不好就是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那另外就是伊朗，它周边还是有些兄弟。这些兄弟呢，包括在叙利亚、在也门、在黎巴嫩、在加萨走廊，当然现在已经被清了差不多了啊，等等的。那这些兄弟，如果当伊朗受到比较大规模的攻击的时候，会不会透过其他非正式的方式，对于美国或者美国的公民进行攻击？对，这个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当然前面这个中东4个国家的斡旋，我觉得一开始只是希望局势不要往恶化的方向去前进。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因为
这个川普给了2个条件了，伊朗并没有正面的回复。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伊朗可以停止处决这些街头的示威者，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说，如果伊朗可以说他不会重启核武计划。川普其实给了这2个条件，而且是我如果印象没记错是或，就是1或2，你选一个就好。所以伊朗其实现在我觉得他并不是没有退路，只是说大概现在伊朗也要对自己支持者，我说他的这个执政者要对自己支持者交代嘛。所以如果他这个退步的妥协的太快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执政的基础不是件好事。但是我只能说，目前现在看起来川普的做法，我们有时候叫做极限威吓。对，他反正我拳头大嘛，我都能摆的都摆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些摆在美国、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武力，他其实打世界上任何一个差不多这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其实已经算是绰绰有余，就是一副大军压阵那种感觉。对，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我个人目前相信，川普还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让伊朗自己知道下台阶在那边，你就不要再处决这些街头示威的人，你就已经完成我给你的条件了，那我川普就可以不动用武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川普也在思考，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伊朗的内部更加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制裁我们已经谈太多了。那再加上伊朗现在内部，如果他们发现美国，就是说伊朗这些抗议者，他们认为说，美国原来还是挺我们的，美国还在。那这个时候呢，伊朗内部的政治，我觉得只是暂时的停歇了，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波折出现。您提到内部的不稳定哈，其实美国现在如意算盘，可能就是希望伊朗产生内爆。那什么是内爆呢？因为伊朗现在真正的痛点可能并不是主要在跟美国对阵的这个军事战场上面，而是在内部民生经济问题啊。目前遇到的很大的麻烦，包括了像是通膨恶化、严重失控，还有呢，美国常年实施制裁，拖垮伊朗的经济。所以伊朗执政当局呢，只能透过断网啦，还有官方镇压，才暂时压住群众的示威抗议。现在川普呢又再补上一刀啊，他表示说呢，考虑对和伊朗往来的国家要实施2级关税，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彻底的被踢出全球经济体系，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从内部引爆更激烈的反抗力道。但是现在不管是采取2级关税，还有长期的经济制裁封锁哈，其实对古巴也是这样哈。倩姐，您觉得真的能够达到美方的如意算盘，产生内爆吗？其实伊朗是一个长期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所以现在的极限施压就是它的制裁上面的叠加而已。这一个剧本呢是最常使用的 regime change 的剧本，就是从经济跟外交的压力促使你内部的政治经济的混乱，最后造成了内部势力推翻现有政权。对，而伊朗曾经被推翻过一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还是在它的原先的剧本上增加它的力道，同时在摆了一个军事的态势在那里。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军事的态势当然要打它很容易，但是毕竟荷姆斯海峡对于全球的石油、天然气供应跟所有的航运呢，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1/3到1/4的都是经过荷姆斯海峡，所以伊朗除了它另外还有一条陆上的运油可以出去以外呢，海上荷姆斯海峡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受影响的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通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在做什么啊？美国现在当然乘着过去的一些放在引号里面的胜利，还有最近在 Davos 的所谓的胜利，我相信川普认为他会是另外一个和平的缔造者。那中东的和平，从1996年的 Clean Break 计划，就是要打败所有的抵抗之狐的国家，一共有7个。那最近已经完成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结束了，而且最近就是在这几个礼拜，你看到 SDF 就是以前库德的反对军都撤出了，科威特那个一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作，伊拉克最近也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执政政府。那么 KRG 虽然还是库德的，还是在中间是一个力量，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剧烈的大的动荡或者是颠覆。所以叙利亚结束了，伊拉克在控制中，剩下就是伊朗最大的一个。所以你从以色列往这边走的话，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在这一条线里面，
伊朗是最难的。所以上一次大家可能记得，以色列攻击了伊朗以后，特朗普攻击了12天，12天代表什么意义？就是他要做一个展现武力，但是绝对可控的一种军事处理。也就是说，他事先两边不管讲好没有讲好，都知道他不会继续扩大。逸散到之外，成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现在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就是要考虑到伊朗背后其实主要还是俄罗斯。现在当然就是你若看其实我认为跟台湾状况很像。在伊朗这个部分呢，美国可以动手，可是他要考虑背后中俄的力量。对，中俄呢不希望被带进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俄罗斯可能有一点好处，因为如果大家在中东有战争，那么欧洲的压力就会减小。但中国完全没有理由要进入这个战场。亚洲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有什么理由要进入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甚至要把大量的武器人员放到这个区域？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伊朗跟台湾，就像我们以前说乌克兰跟台湾一样，它都有一个大国博弈跟大国势力的角力中间彼此的一种看法。所以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呢，美国有一个可以动手的窗口，军事窗口，也开始了有一些影子军队、影子武器在这附近。有些是明面上的，像刚刚讲的那种大家看到的船坚巨炮，可是另外也有一些是属于只管通勤杀的那种内部的那些系统呢，都已经开始布在那里。对，但是这一个军事可行动的窗口，要不要升级到军事行动？这中间还有很多大国博弈中间的考量，而且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中俄美这三方在中东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它的本身可能不那么重要。伊朗本身也不是一个小国，对，它是美国现在可能动手的国家里面实力还是最强的一个，所以伊朗本身的能力也会是考虑的重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寰宇全世界》这个节目当中常常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但你可以看到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是说干就干的，就是对委内瑞拉呢，就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而且美国战法一向是速战速决啊，但是伊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处理之后呢？其实现在的关键核心是在于，动手以后，你这个烂摊子要谁来收拾？是美国吗？还是伊朗周边的国家要深受其害？好，那现在我们如果回顾川普之前所有的操作方式，包括最新的就是对委内瑞拉、对格陵兰，虽然说做法上会有不同啊，但本质上其实背后它都有一个川普或者说美国一个很大的战略目的。那 Russ 你怎么看呢？这次当然想说石油也好，地缘位置也好，可能是其中的考量，但是是不是真正想要切断的是中俄在中东的战略节点？我觉得伊朗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过度分析啊。我的意思是说，川普虽然今天才是1月底了，但是他他要把他的焦点放在10月份的期中选举，所以将来几个月他想处理的这些外交事件什么国际大事，我觉得他的兴趣会越来越少。虽然去年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他对一些国际趋势或什么战争啊，他兴趣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他已经解决好加沙问题了，然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外交问题还是贸易关税相关议题。然后呢，他喜欢处理的战争好像是那种小型的，比如说非洲或者加沙、柬埔寨跟泰国。他不希望有这种会影响到整个区域安全，甚至世界安全，像乌克兰跟因为这盘棋太大了，是吧？对，他打的都是要稳操胜算的，但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摆出这样的一个重镇，你觉得？所以他前几天开始公开说，不要再杀死这些示威者。那他的意思是很明确啊，只要你不要再杀死他们啊，我不要再给你压力了，你们可以继续执政了，我不会推翻你们的政权。很明确，这是他的讯息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川普对伊朗这个问题，他希望是可以和平解决，他不希望他真的要
动用美国的军事。但你如果从伊朗回应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如川普所愿吗？当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执政，对不对？无论如何，无论有继续制裁他们，或者是中国或俄罗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了，他们最想要的是可以继续执政。那如果美国真的没有打算推翻他们的政权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于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范了。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
这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呢，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还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还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哈。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哈。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
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踪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6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5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5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6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5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5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6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的话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因为做了6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2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所以不管是 Made in USA 或是 Made in Japan 其实刚刚提到了5代机也好，6代机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逆踪战机也好，大家除了比拼的是科技之外，也比拼的是刚刚点到了一个重点，制造能力。马上回来。在委内瑞拉的事情爆发之后，现在看到呢，下一个除了紧张的刚刚提到了，除了有格陵兰、加拿大之外。现在大家也看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伊朗伊朗最近整个局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这个在伊朗呢，火药味浓到不行。伊朗境内到处都有民众的示威抗议，更传出有城市已经被抗议者实质给控制，民兵指挥部被烧，全国罢工。而伊朗政府呢，更是直接说要断网断话，因此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也不断的攀升。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特种部队也被直击出现在中东地区，更有美国军机出现在荷姆兹海峡。川普也公开的呛瞎喊话，他说如果伊朗用暴力镇压示威民众的话，美国将不会坐视不管，会狠狠的打击伊朗。伊朗官方则反控这不是单纯的民怨，是境外势力在操盘的颜色革命。好，现在看到有点熟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委内瑞拉。那这个手法呢，是不是就一开始像委内瑞拉是先扶植流亡势力，然后制造街头动乱、经济封锁，再来是军事恫吓。另外，在伊朗呢，现在也看到了最近这2天，流亡在美国的王储他跳出来号召民众上街，举行全国性的示威，也看到了美军快速的集结，然后白宫方面高调的警告，这一套剧本就是掀起内乱。武力胁迫，再扶植代理人，尤其这个代理人是亲美的代理人，似乎现在也好像要在伊朗重新上演可是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所以这个相同跟不同之处，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的模式很难被复制。第一个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有效，对伊朗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伊朗不是你抓到一个总统一个领导人，那个政权就崩解了，因为他有好几块势力，他有革命卫队，他有宗教领袖，还有这个所谓的民选政府。换句话说，你抓到中间移除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势力，并不代表整个伊朗马上崩解。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伊朗很大，川普总统从第一任期开始，他就非常自豪，他不派地面部队，不派兵海外作战。为什么过去在委内瑞拉发生这个，就是1个礼拜前1月3号的这个特殊行动之前，很多人都说美国不敢，美国不会，因为我们都用传统思维认为我要登陆作战，我要大部队进去。委内瑞拉有很多军人都很会打游击战的，那美军未必占得到便宜，所以我们是从传统战争思路切入，认为不会。结果大家都很惊讶，结果他是特战部队进去，几乎是长驱直入，对啊，对，就只是带走1个人。那至于说带走了 Maduro 以后，委内瑞拉呢，美国所谓的接管能不能顺利接管，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去讨论的。伊朗更不可能，所以你没有一个特定目标。第二个，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你如何去改变它？第三个就是你没有替代方案。那个 Reza，这个就是原来巴勒维国王的后裔啊，他在海外是一个流亡，在伊朗内部也没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一个几乎无法取代的。那你说陈兵于伊朗周边，不管荷姆兹海峡，或者是到了英国的基地，他未必是打伊朗，或者是打伊朗的政权，或打他的首都。他有可能是把伊朗有2种事情可以做，一个就是打击伊朗所支持的境外势力，去剪除它；第二个就是切断伊朗对外的，这等于经济上面，再把它的包括伊朗已经被禁运很久了，那他再把这种所谓的地下经济，或者是搅乱他的这种所谓的非法所谓抵抗制裁的石油，也就是加强这个威慑的力道，等于是再把它紧缩一点。伊朗已经被制裁很久了，所以伊朗它现在不是说你一个震撼疗法它就会崩解了，它已经承受它的那个抗压耐力已经是全国性普遍性的在承受，所以很难用一招去做解决。老师提到的替代方案 ，Russ， 你觉得这个替代方案就是现在似乎要把目前执政的神学式政权给推翻啊？但是你觉得第一个推翻得了吗？就算推翻了，刚才黄老师提到的替代方案，就是巴勒维王朝现在流亡在美嘛，哈，有可能回来复辟吗？推翻的确是很难。我们可以参考过去10几年的经验啊，伊朗爆发这个街头抗议的活动，而且规模很大，已经有很多次了，在最近10几年，真的是很多次，而且是不同的理由，偶尔是因为反贪污，偶尔是因为经济状况通货膨胀，偶尔是因为年轻人对政府是镇压的，不管是文化方面，我要女性穿衣服相关规定等等，就上街头抗议。但是每次有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个政府还hold得住他们的政权，但是这个也不等同是完全没有推翻的可能。毕竟1979年伊朗政府被推翻了，所以也是有这个潜力。当然要看美国介入的程度是如何，然后周边的国家，俄罗斯、中国会不会来帮忙他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也是值得关注。对，你刚刚提到了几次的颜色革命啊，包括刚才提到60年代哈，就是有白色革命嘛，70年代末我特别查了一下荷梅尼的这个黑色革命，然后呢又有伊朗反对派曾经发动的绿色革命哈，所以它有好多次的颜色革命。那但是这次如果真的被推翻，你刚刚说很难哈，但如果真的被推翻，如果要让流亡在外的那个王储来复辟，有可能吗？希望美国不要再玩这个，因为我们在阿富汗跟伊拉克有相关经验，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不是？在2个国家，美国是安排这个海外人士，回国接政权，那就造成很多当地人非常非常不满意，这个也是可以理解。这些人在海外过得很好，然后国内人士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啊，现在伊朗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啊！这些人从
华府、纽约、London、Paris、洛杉矶回来，像当总理、总统等等，真的是造成当地人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虽然在过去几天有很多相关新闻说这些上街头示威者有喊欢迎他回来、支持他等等，但是他们讲这些应该是因为他们知道会非常非常惹怒执政者。会让这个政府非常非常不满，就有点像2019年那个时候在香港抗议活动，也有人说英国回来或拿殖民地旗帜等等的行为，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伊朗人希望国家可以往一个民主有选举的国家方向走，不会欢迎这个人士回来。OK， 所以我希望美国不支持。好，你希望美国不支持，我就要拉回来问你这个美国人的想法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其实美国都有前车之鉴，尤其还深陷在阿富汗20年哈，最后你看到也是撤军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之后，现在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面，美国会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他会怎么做？当然，美国是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持，不管再次轰炸。军事设备，这个也是一个选项。那做什么网络电子的动作，也是一个选项。就是要逼神学士政权下台。对，没错。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会尽量避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这个川普知道。美国人完全不支持，完全不支持。因为派地面部队还有一个重点是，美国军队可能会有伤亡，是没错的，是吧？好，那所以现在看到，我们毕竟说伊朗跟委内瑞拉是很不一样的，不能够拿来做类比哈。早就不是什么单打独斗啦，现在也因为这个元素呢，也看到伊朗的战略地理位置还有石油能源，对于美国来讲也是看在眼里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只是美国，包括连中国大陆，包括连俄罗斯呢，都在看中东未来接下来的局势是如何。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所主导的金砖国家已经展开了相关的军演。那伊朗呢，也已经正式派兵参与啊。土耳其左翼政党更是直接抛出了一个叫做土俄伊中联盟，认为可以阻止美国的扩张，而且避免战争。但是其中充满玄机的是，早在去年。2025 12月，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就已经在土库曼举行过罕见的峰会，所以拉回到这个联盟，就是这个新的阵营啊，土俄伊中这个新的阵营有可能成型吗 ？OK，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我先讲一下，刚刚委内瑞拉这件事件这么的成功完美啊，但我觉得它是短期胜利。它胜利在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它主要还是最强就是 CIA，它的情报员甚至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去侍卫长这些，才有办法能够不伤一兵一卒。你刚刚讲成功完美。可是我觉得对长期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成功完美是现在短期的，但它未来会失败惨烈。它长期我觉得会失败惨烈，就是因为刚刚讲的法律线、道德线全部突破了。但讲伊朗这个地方，我先讲一下，伊朗大家都还记得吗？去年2025年嘛，6月20号不是一个 GBU 的57的专利弹炸下去吗？请问全世界谁发出声音呢？它地理位置的确重要，而且它的不管油或者基础建设跟中国的关系这么紧密，中国有讲话吗？也没有。这次委内瑞拉，他事后是有讲一些话，也不敢在很多的这个情势上，大家也觉得中国没发出声音，其实中国都有在发出声音，只是他不能动作。我觉得他必须私底下在运作其他的氛围。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要维稳世界秩序的国际这个 game rule 只有一个地方，应该是联合国。但现在不是，看起来就是美国老大说了算。全部由美国来做主，联合国算什么东西？在他眼中就这样，他可以到联合国啊，人家限制他时间，他可以讲很久，然后骂每一个元首，你就知道美国在里面做什么。好，重点来了，对不起啊，我们不管这美国人在这边，重点就是现在当你让很多的小国恐慌的时候，刚讲的嘛，他是不是要去找新的这个替代性的保护主？这时候是不是想到第一个可能是中国？但中国力量够不够？其实他如果真的动起来，美国也是会怕。但是看起来他一直在忍，这是中国的这个儒家习性。但中国不是傻瓜，我觉得最近您刚讲到这金砖四国的军演，我不太想用金砖四国这个名称，这绝对不叫金砖四国 ，BRIC，I 也是印度嘛，哪来的这个印度？没有，巴西也没有在里面。我跟你讲你讲的 CRINC 我倒能接受，当 CRINC 在他们叫做这个邪恶轴心 ，CRINC 是什么？大家知道 China 第一个嘛，在前面 Russia， 最后 I 是什么？这个才是 Iran 嘛。
然后 North Korea 也有可能加入啊，这有核武的国家。讲不好听，这一次还有土耳其加入。我讲，因为土耳其军事实力也不差，他以前这个奥图曼帝国的时候，在12世纪也这样的厉害，对不对？除了打不过这个东方的这个元朝金人之外，在西方他全部征服，这个也不能小觑。当他们一结合的时候，我跟你讲，军事力量就算美国花最多，现在要1.5兆美元去做它的最大的军事盘算。它胜过了其他2到10名，可是这4个国家一加总，我跟你讲，绝对不输美国啦。更何况就算把别的都拿走，就剩中国好了。各位，中国的实力是突飞猛进，是直线上升的哦。美国所有东西都是老旧思维啊！你看 F-16的战机里面的导航系统等等的 ，F-35里面的稀土所需要407公斤的这个稀土，以后都拿不拿得到？甚至所做的东西，制造业已经空洞化，未来怎么去造这些东西，花再多钱，它会事倍功半。而中国相反的，成本低，会事半功倍，量产，成本低，只有好。我跟你讲哈，就我们讲别的拿掉，中国都有可能赢。而现在一联合起来，我跟你讲，美国就出问题。既然你问的是说会不会擦枪走火，我倒觉得还是不太会了。因为我想问老师的是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说美国跟以色列如果美以联手，然后在中东假设真的对伊朗动手的话，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会怎么跟？好，美国方面来交手。你看 GBU 57他做了，那时候他在这个加拿大开不是那个 G7 峰会的，马上就说我有重要事情回去，说2个礼拜决定一件事情，2天就去打。他真的是很大胆，他就是抱着一个说我太自信了，没有一个人赶着我，我做什么你都会怕我。可是他现在在怕中国。你自己去想啊，多少次他帮他4月还要去见中国，中国现在已经准备不跟他见面了嘛？非常清楚，中国现在保出另外一种冷战方式，说没有关系，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底气，我们从头到尾，你的关键战我们就奉陪到底啦，今天就以牙还牙啦。现在当然这不是以牙还牙问题，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战术来告诉你，美国你是错的，我也不要见你，因为见我见你反而拉掉了我们该有的底气。我联合其他也算是不错的强势的国家一起来。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打，这个重点就是他会不会打。他现在做到这个，就让你做恐怖平衡，他不敢打，因为打到伊朗对中国是一个大伤。但在现在他去打伊朗，中国还是不敢马上崛起来去跟他对打，他必须先把其他的阵脚稳住。如果他们商号有一定的联合的机制，说不好听，他们也要必须做沙盘推演。是，当美国打进来，他们因为美国还是很厉害。你刚 CIA 当时专机弹之前的时候，他多少个研究员、核弹研究员，多少个高阶占领都被精准打击啊，讲不好听，这都是 CIA 去搞的。我讲不好听，反中情势这个反送中都是这样子，才能里应外合嘛。我觉得美国这个情报单位是的确可以找人去训练啊，这个是真的是很有一套。他不但是收集情报，还做假情报嘛，他做假情报第1名的嘛，不是？2005年，2003年2月5号，Powell 不是拿了一个假的东西，说毁灭性化学武器，我们找到了。反正就这样子，现在不需要了，也不需要做假情报，由川普一句话就可以打人，知道吗？对，从这个聂老师刚刚的分析，其实是可以理解到说，美国它擅长它的强项是在于说快很准啊，它这个速战速决。但如果这个冲突一旦进到了延长赛，也许就不一定能够占得了上风。我们说，如果关税是一场引爆全球的新冷战的话，那么现在包含了俄乌还有中东地区现在还在持续的战争呢，恐怕就是热战的前线了。那说到了中东啊，那么特别是对于伊朗，美国财政部在8月7号再度出手，对于18个与伊朗相关的经济实体与个人祭出最新的制裁。美国财长贝森还撂下狠话，他说呢，这么做就是为了要斩断伊朗所有逃避制裁的阴谋，切断他们的金流，还有武器计划。但是这个美国的制裁恐怕没有办法奏效，因为呢，伊朗找到新的依靠力量。伊朗其实呢跟印度一样哈，除了先会参加在月底在天津的2025上合组织峰会之外呢，这次伊朗也决定要在军事科技上面与美国彻底的切割。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在以色列的冲突当中，伊朗吃了 GPS 的大亏啊。好，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理给大家看的，包括有哪些吃了大亏啊？暂时被关机。因为 GPS 呢被美国的军方所控制，关键时刻美方竟然随时调降特定区域的讯号精度，让他们没有 GPS 没有讯号可用。还有呢，飞弹打不准，因为呢伊朗所发射的弹道飞弹多次被证实这个精准度远不如预期。还有就是核心人物被斩首，因为呢信号被追踪，然后被定位，导致呢许多的像核相关的科学家跟高级的领导者指挥官都被暗杀。所以，伊朗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接受中国大陆的北斗系统，不止导航系统要换成中国大陆制。以色列驻美大使更是点名说，中国大陆正在帮助伊朗重建整个弹道飞弹计划。所以现在从导航，
全面改用北斗，再到这个有出面指控说呢，中国方面呢指控协助发展弹道飞弹哈，所以是不是看到了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的军事协力或战略合作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呢？这一点文章老师怎么看？那当然，一旦呢这个伊朗由这个本来的一个GPS 由北斗来取代啊，那意味着其实中伊的一个军事合作是一个升级。我先破题是这么看的哈，因为毕竟这个伊朗长期使用这个美国的 GPS 啊，那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讲的，不论是它的导弹的精确度，然后包括它的战场定位甚至呢高层被这个要暗杀已经被锁定，对，所以因为怎么样？因为在这个战时其实如果你用敌方的一个所谓导航系统，那当然自然而然的就是把自己给推上了这个坟场所以这个时候。此刻当然，印度要去这个伊朗要换成这个北斗是有它的存在性因为北斗系统呢其实是现在中国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部分因为从这个2020年它建成了北斗之后其实也随着北斗建成，它不管是它的这个从航母就从这个南水海域海军的一个成立那自然而然的它。就是用北斗来能掌握整个一个导航嘛，所以能让够它除了军事化的一个更加的投射更像蓝水之外呢，其实它也用这个东西来投射给它的盟国就是伊朗，这是非常典型的。我不只是国内的一个内需，而且我是要透过这个导航，甚至它的武器来怎么样来辅助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我们都是指一个基建嘛，只是一个剩余的它的一个所谓的资本的一个连接，但实际上它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2.0版，它用所谓的不管是它的 GTS 或是武器来辅助它的一带一路，那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在跟这个中美博弈的情况之下说，你美国你要去压制它，但实际上中国也有底气来反制你，因为它不但一带一路，而且还加上刚昨天所讲的，其实在北斗里面，其实北斗里面它是非常一个非常强，一个非常我觉得强而有力的一个导航系统。因为如果没有导航，那自然而然的那这个效果就不佳。再加上呢，其实这个北斗的应用主要是在怎么样？是在一个对抗干扰跟自主控制。如果它有了这个东西，那也凸显说它的科技武器里面也可能得到在战场上得到充分的一个被运用以及被推广，甚至会产生对以色列重大的一个创伤。就是让它的软硬体都升级以后，对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是存在着威胁的哈。那当然，这个美国当然现在呢，对付伊朗其实就像是对付俄罗斯一样哈，就是要切断金流。可是伊朗呢，似乎看起来也没有在怕的哈，因为他们甚至还高调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要力拼军武实力的提升跟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发展军武，要提升这个武器装备呢，当然最重要是钱就是金流哈。这个钱从哪里来呢？答案依然是指向中国大陆。美国媒体有透露说呢，中方正在透过一支庞大的影子舰队向伊朗购买石油，而且是持续多年了。光是这几年呢，就已经让伊朗进账了超过700亿美元。可是既然被称为影子舰队就表示说他们的行踪很难掌握。那究竟到底是如何运作才能够避掉这个美国的全球监控网络这一点，马老师的看法？我想这个在过去这几年因为大家要回想一下，其实，在拜登2022年的2月开始，他给伊朗这个经济制裁的豁免。是，那意思是从2022年到2025年，其实伊朗可以跟外界比较自由的贸易所以这700亿美元应该是在那2-3年里面累积出来的一个数额。但是在这个川普上来以后，又开始制裁，就是2025年开始那所以接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媒体报道，就是透过这种影子舰队去运输这个石油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蛮大的。那因为刚好我这个暑假有去搭邮轮那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有兴趣，你在网络上查，你可以查到全世界每一艘船
船在海上现在的位置，这个非常容易取得。那原因是，当我到这个船长室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个很简单的仪器，就是 GPS。它打开以后，附近所有的船只，它都知道谁是谁，它是什么船，是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离我多远，那个雷达上就看得非常清楚。那包含自己这艘船也会开。可是，在公海上面，其实当一个船把这个 GPS 它是可以关掉。它关掉的时候，其实你只能靠肉眼或卫星去找。可是，在海面上这么大，其实非常难哦。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的邮轮，它假设进到了阿拉伯海到阿曼湾，假设它 GPS 关掉。因为它本来就从阿曼会进口石油，它要往左转或右转，其实你不知道，它往右转就到伊朗，往左转就到阿曼。那其实这个它只要在最后的时候关掉，其实你就不知道它的石油是从哪里来。那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是，其实有部分的他们是在海上换船，也就是说从伊朗的船只出来到同样关闭 GPS 在公海上面，他们就船跟船对接。那如果一艘中型的这个中小型的这个邮轮这一次要装满的话，大概6到12个小时就可以装满。那如果是大型的话，大概要30个小时。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海上就是消失了这个6到30个小时，其实它就可以完成这个油的换载体了。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其实并不难，包含北韩过去被禁运的时候，海上也是有很多的船只在到一定的纬度的时候，就会关闭 GPS。那你很难猜，除非你这个长期的监控跟监。但是我觉得海上的那个范围不像陆上，它非常的难找到这些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的操作在接下来假设中伊之间要改善，就是要持续他们要深化关系的话，透过这种石油换金钱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存在可能性。所以我们提到说，像伊朗，特别是跟以色列之间，现在整个中东的局面啊，有可能会因为说他们就维持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依此模式，或者是说包括不断源源可以透过这个石油贩卖的经济来源，然后呢维持住这样的模式，然后改变目前的中东局势吗？您觉得？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因为你看这个乌俄战争在乌俄战争以后，中国对俄罗斯采购大概占了就是石油大概占了它现在20%啊，那比例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本来它1年就要50亿桶的石油，本来就要买，跟谁买？他可以决定嘛？那这个买，对他来讲一鱼两吃，就是我又可以买到便宜，然后又可以资助你，然后这些势力其实对美国都是站在对立面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他这个作为其实是百利而无一害。那我觉得他在经济上会有很大的诱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买卖，我也不对你做军事援助，但是我就是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你的利益，然后它会让乌俄战争僵在那边。那同样的，我也会觉得它会对以伊之间的冲突，也会让它有某种程度的延续。对，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中东问题哈，其实不是川普想象的这么简单啊。说他这个不管是技术制裁，或者是说要加以警告哈，对你不利哈，可能都效果有限。那他原来以为呢，是光是调停中东地区的冲突呢？我说川普啊，他原来以为说光是调停中东地区的冲突就能够让他足以有筹码、有机会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啊，但显然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掌握啊，是远超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现在是呈现一种双重失控的局面。怎么说呢？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虽然美国之前对伊朗进行了轰炸，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还是能够持续的运作当中，这个核武幽灵随时或者说这样的威胁随时有可能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呢，川普自认是最亲密的盟友，也就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啊，现在也几乎是完全不受控啊。因为川普跟纳坦雅胡为了加萨的问题呢，有好几次，包括最新也有媒体披露了，就是最近这几天呢，川普还在电话当中大骂这个纳坦雅胡啊，说这怎么好像都不受控哈。压制的敌人压不住，控制的盟友呢控制不了哈。显然这个算盘是有点打错的感觉，所以现在川普的做法让人感觉是都好像只是在治标不治本啊。包括中东问题的解决，最近也听到了，像英法两国都已经相继的提出说，那我们就用两国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佳解决方案。而且呢，法国也说呢，在9月份最快呢就能够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哈，就是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美方现在就是不表态哈。那川普现在连纳坦雅胡都控制不住。
这中东局势确实是不是超出了他的自己的掌控或者是预料？大使认为，中东局势怎么发展，我想很难说。不过以色列如果让内塔尼亚胡继续干下去的话，我想川普会更尴尬。他的立场会更尴尬，因为现在美国的自由派包括 CNN 都已经在攻击内塔尼亚胡，因为他在这个加沙走廊那个种族灭绝做得太过头了，太超过了，太超过他。而川普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公开的表态。那这个对于美国内部是不是有人会继续支持川普这个政策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内塔尼亚胡的做法，事实上在犹太人自己的社区里面，也是变成一个争议性的做法。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就要看川普在什么时候要表态了。因为事实上，把这个在这个加沙走廊的200多万的这个还剩下21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赶出加沙走廊，川普是跟内塔尼亚胡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你记不记得川普在这个加沙走廊这个战争稍微告一段落的时候，川普提出来的加沙走廊未来的方案是把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通通移走。然后盖地产，他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还住在这干嘛呢？到处是一片荆棘，到处都是什么断垣残壁。我找个地方把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对。第一个巴勒斯坦人不愿意，你这个把人家民族移民移的乱移的有一个人很有名，我们也记得叫斯大林。斯大林在苏联的时代，他把这个现在克什米尔这些人他不爽的他就把他通通移到这个西伯利亚，那他到处乱移。他那个时候因为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到处乱移。那川普也是感觉上好像是有点像现在的现在的斯大林。他说：“你们这210万不要住这里，我找个地方让你们移走。”那问别的国家要不要接纳，没有人要接纳。对啊。前一阵子他跟某些非洲国家接纳，他可能要收买，也没有人要接纳。对。所以就整个方案都死在，所以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他跟内塔尼亚胡是一样的。那只是现在内塔尼亚胡的做法让川普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国际社会都反了。你知道这个大概2个礼拜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总署他说，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就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有1/3的人口是属于营养不良、饥饿状态，70万人现在是营养不良、饥饿状态。我今天上午才听这个国际红十字会说，他说这个饥饿人口已经上100万了，非常不人道，对，上100万了。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妇女是最脆弱的，死亡率蛮高的。然后呢，更可笑的是说，他这个发放粮食的机构已经打死了快2000人了。对，而这个机构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共同组成的人道救援机构，其他全世界所有组织不能进去。这很讽刺。那他们设一个这个粮食发放站，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屠杀场。这个川普手上的鲜血，大家也看得到，他手上在滴鲜血美国的手也在那边滴鲜血。可是大使，川普现在感觉上是拿内塔尼亚胡没辙，你觉得杀手锏是什么？杀手锏他就是要警告跟内塔尼亚胡切割了。那现在他切割不下去对，内塔尼亚胡上一次去白宫的时候，他说：“这个川普先生，我已经正式提出了要求，叫这个诺贝尔奖颁发和平奖给你。”然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所有在这个房子里住过的人，你是最支持我们以色列的一个人。”所以呢，开马屁嘛。没有，就把川普一起拉下水了。所以川普看他什么时候要跟内塔尼亚胡切割了。以色列，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他们无视于这个国际的谴责，继续在加萨地区发动他们的相关军事行动，甚至先前也看到他们攻击了卡达的首都。那当然呢，这也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怒火那在卡达，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中东，在卡达是一个最大的军事基地那结果呢，卡达也被攻击当然，这也使得阿拉伯世界呢，现在也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团结在一起沙烏地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在先前也就是最近这阵子呢，签下了一个战略共同防御的协议，也就是说，声明只要一方遭到攻击，等同对另一方宣战。而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暗示说，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
会涵盖沙烏地阿拉伯。如今呢，不只是卡达，就连阿联酋也表态说想要加入这个协议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是不是有可能来加入这个所谓的4国联盟，甚至中东版的北约呢？好，那2个问题，第一个，会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吗？秉佑怎么看？第二个，就算他们这个联盟成立了，对于以色列会产生什么威慑效果吗？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地缘上有一些理解的话，其实巴基斯坦跟沙烏地阿拉伯隔蛮远的，所以它怎么去形成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中国在背后因素应该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下来，就是由于以色列的因素，让中东很多国家可能各自在以色列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但是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也就是整个中东的问题，从1960年代、70年代二战之后，一直都是如此。那这些中东国家很难去形成一个大同盟。当然，以色列在历次几次战争都表现出它更团结的一面。那当然，中东国家彼此之间的这种利益上的矛盾，也让他们没办法去真正统合起来，成为一个类似阿拉伯世界国家的这种。到现在为止，大概只有 OEDC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形态。但在政治上很难去有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就是说，你看根本就没有领土相接的2个国家，为什么会去形成一个军事协议？它的核心的利益其实看起来是不太一致。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在更大框架去看的话，那就是可能它基于整个对美国的不信任的这些国家，开始慢慢去透过这种方式去集结起来。那甚至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面，只有巴基斯坦有核武器。是不是未来在整个这个区域的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是由巴基斯坦提供一个核保护伞，而不再也有嘛？所以就变成以色列也有对，因为过去是这样的平衡。那当然，在更大的一个局势之下，是美国在提供这个所谓的核保护伞，也就是说，在我之下你们都不要再去打这个主意。那所以以色列当然保有的量非常非常非常少。那其实就这个数量来看，刚好跟巴基斯坦可能是差不多的等级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开端。它这个开端能不能延续成说，接下来是扩大成几个国家联合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常常在看，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协议跟军事上的协议，它是一个层级一个协议，到最后其实才是军事上的能够达到协议。那等于是你的整个区域的国家利益都趋于一致了。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现在大家对以色列有很多的情绪，没有错。可是你能不能说，因为我对他的不满，到能够说我整个统合阿拉伯世界国家所有的政治利益都能够一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所以我并没有那么乐观说，一定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发展。你特别提到说，背后也可能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影子哈。那当然，这是一个中东的新的安全架构，目前正在重组，或者说我们说它在形成当中哈。对。那特别提到说，安全架构当然跟军武就会有关联哈。这个巴基斯坦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军事武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现在呢，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跟巴基斯坦结盟哈。当然，在军武上，大家现在也在看会不会大幅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武器呢就会减少跟美国来买，反而是转而采购中国大陆制的武器啊。这也表示说呢，现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安全架构呢，沙烏地阿拉伯有资金，巴基斯坦提供核保护，再加上中国大陆制的军武，建筑成这个新的安全框架。所以美国智库也提出警告说呢，要小心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重组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恐怕正在被边缘化。好，所以谈到了军武的部分，因为这次卡达被攻击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到20多个雷达站竟然没有任何的一些迹象，你是故意的呢，还是真的没发现？好，那所以大使您怎么看到这个军武交易背后的大国角力？其实这个并不是中国跟中国大陆跟美国角力之下变的，而是说长期依赖美国这个武器系统啊。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大部分中东国家，现在对美制武器失去信心，或是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的原因就是这次这个卡达被攻击的时候，它的整个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几乎完全停摆，那就会怀疑到美式的武器是不是在关键的时候不听他们自己本身的使唤，或者会突然失灵对，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这样看法。所以就变成他们就会立刻因为对美制武器的信心的丧失他想要去另外一个武器系统去加强他的防卫的安全的信心所以这一次沙特跟这个我觉得巴基斯坦会签下立刻成为这个军事同盟我想基本上有2个原因这是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分析上，第一个
这个巴基斯坦它是有核武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子保护伞的问题。那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其实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不只是它的装备啊，它的人员的战斗力跟它的这个实战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巴基斯坦国内拥有的这些装备有美式武器，也有中国大陆的武器，甚至还有一点点俄式的武器啊。所以他们的这些武器它的飞行员，他的这些现代武器的这些人员相当的训练算是不错。再加上这次跟印度打这一仗以后他们事实上等于说声势更高。那他们过去他们就已经在输出一些他们的军事人员做佣兵，在这个沙烏地这些国家里面就已经在操纵了。所以呢，它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它本来就有的。那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事实上它越有钱，它越没有安全感，它需要强大的军力的保护，而且要有外交上的盟友。其实它最大的外交盟友是美国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中东的局势现在转变成卡达也是美国的盟友，结果它的武器不管用，所以其实沙烏地事实上是希望增加自己的这个防卫安全处。那中国大陆绝对是一个选择。中国大陆当时会跟我们断交，不是沙特跟我们断交的很大一个原因。当时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沙特很希望得到所谓的中程导弹的这种防御系统，当时美国不卖，只有中国大陆给了他这个东风系统。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嚇阻能力的一个基础，沙烏地阿拉伯战略嚇阻能力，也就是你这个中程导弹地对地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东风3A。这个东风3A可以打2500到3000公里，这个导弹是今天沙烏地它的战略嚇阻的一个基本。而且中国大陆提供这个武器的时候我们的了解是它还有提供这个所谓的技术援助。它是可以帮助你这个导弹系统能够提升，这个对中国大陆，这个对沙烏地阿拉伯很重要。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大家猜测了，因为沙特已经有非常多的中国大陆武器你不要以为是没有东风3A 无人机有翼龙、有彩虹，还有双尾蝎。然后呢，它的这个火炮系统有中国大陆的这个155榴弹炮，也有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远香火系统，它都有了。那中国大陆的问题跟中国大陆买武器，中国大陆有技术合作，所以现在推测沙特可能会跟中国大陆买2种武器，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歼10C，这次在这个跟这个巴基斯坦打得很漂亮这一场，另外一个就是052D。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武器的方向1年多前沙特已经买了很多套去了。那他们就是说这个对付无人机的，所以沙特在安全上它是有极大的需求的。那这一次这个尤其我认为主要是卡达的刺激以后那么整个中东国家他们对军武的依赖的这个重心会移转，不会完全从美式武器里面移出来，可是呢，他们的选项可能是在中国。我刚刚提到像沙烏地阿拉伯或者说卡达这个军武之间，因为对美国来讲，军火的销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美国应该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怎么办？我还是要先为美制的武器说一句话。那这次以色列战机能飞过去，就是飞到卡塔去而没有被发现，这个不一定是美制系统的问题，或许是人才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疏失到底在哪里。因为说实在，卡塔尔相关军事单位是没有相关经验，从来没有敌军飞过来。你认为是？对，所以或许是人才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不能第一时间说是美制武器的问题，或美制防御系统的问题。但是我还是相信之后这些国家还是就像大使刚刚说的，安全的伙伴，第一个伙伴最重要的伙伴还是美国的。而且说实在，沙特的最大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以色列，是来自伊朗。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买这么多武器，他们真的是怕一个敌军打过来，那他们是怕的是西亚派的这个伊朗，尤其是在伊朗继续研发核武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不一定是针对以色列，或许是针对伊朗。但是比例上面，你觉得会有改变吗？比如说以前90%是依靠美国，
但现在呢，会不会转而变成只有6-7成，甚至更低？不会那么低了。川普总统他今年访问沙特，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沙特答应购买花那么多钱买美国武器，还有跟美国进行很多投资案子，对不对？那当然沙特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在过去20年一直上升了，扩大了。所以中国对沙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安全方面，我认为他们还是会以美国为主。美国难道都不会担心沙特以后不买美国武器，或是买美国武器的比例降低吗？我不知道会用担心来形容。那当然，就是很明显，以后沙特会买更多中国的武器，但是会降低买美国的武器的金额。好，进一步我想请教 Russ 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2国方案哈，现在包括如何处理加沙地区的局势啊，也有2个方案哈。这个包括是法国，他们提出一个战后重建方案，就是希望能够为战后的加萨寻求一线和平生机。他们的主张是呢，以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来维护加萨地区的安全。那现在包括像是印尼的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这次宣布了，印尼要调派2万名以上的维和部队到加萨来支持这个维和行动。另外像是阿拉伯联盟还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也都明确表态，特别强调哈马斯将来不会去参与任何的政治治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美国提出来。他们是计划在战后加萨设立一个加萨国际过渡管理局啊，然后呢，谁来带领呢？就是前英国首相 Tony Blair。OK，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首先，以色列根本不会答应印尼派2万军人当维和部队，就是维和部队，这不可能。甚至印尼，我也问印尼朋友，他们说我们都反对了。现在国内。政治那么乱七八糟，总统是要把 focus 放在以色列那边，所以印尼人也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印尼总统一个小话而已，以色列根本不会接受。那美国提出来这个呢？那如果是欧洲国家，还有包含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阿联酋，派部队参加，那以色列应该是可以接受。那甚至 Tony Blair 担任这个过渡机构的执行长，以色列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所以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以色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重点，不是法国总统说的就算，不是联合国说的就算，对不对？那为什么是以色列也要答应？说的就算？那为什么是美国说的就算？你刚刚说这个是一个折中方案，以色列要同意才能执行，对不对？那如果以色列不同意，不管是任何形式的方案，那就没办法实行。那你刚刚说这个美国提出这个方案是以色列比较会同意？我觉得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但是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哈马斯100%要放弃武器离开；那第二。要派一个维和部队，要看是哪一个国家会提供人力来加入，这个是要看美国跟以色列会不会接受，是哪一些国家。那第三，资金来自哪里？Who's going to pay for it？ 川普可能不会，他不想付钱。川普就有点像乌克兰那边，川普说这是欧洲国家要负担。那对这件事情是川普会说中东国家要负担，要看以色列能不能接受。所以回到那个很关键的钱的问题，你觉得以色列会出这个钱吗？不会，美国不会出嘛？美国不会，以色列不会，美国是一定不会出。那只有中东国家能出。原则上是联合国出钱，对，那就是说哪些国家愿意去多付一点，包括维和部队跟钱的问题。对，维和部队是这样，一定要就是说你到那个国家要接受。这是 number one。第二个的话，钱基本上是联合国出。那联合国它这个是特殊预算的话，就是会员国捐，那就看哪一个。那 Russ 讲没错，美国可能不出的话，中东国家可能会出。可能如果沙特觉得是有帮助的话，可能沙特就会把钱都出了。对，所以我简单请教大使最后一个问题：这次不管是俄乌也好，现在提到的中东加沙地区的局势也好，其实最后都回到了联合国。但是只要到了最后的表决，就会发现其实好像进到一个死胡同。
所以有解方吗？没有解方，因为是这样子哈，联合国事实上大会它可以做决议，可是它没有执行力。对，那联合国事实上，你看它宪章里面啊，它是人类最进步的一个国际组织，它有行动力的，它叫集体安全，就 collective security， 它可以出兵，也就是说它可以出联合国兵，然后它也可以决定这场战争谁是站在正义，谁是站在非正义的。那问题是谁决定？是联合国安理会。那安理会这个机制，事实上权力非常大，因为它可以出联合国军队。那问题就变成，安理会它有个决策机构，它15个会员国有5个是常任理事国哈，另外10个是大家选的啊，那个时候到就换人了。15个常任理事国就永远在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它有否决权，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否决，你连安理会什么都做不出来。对，所以现在是美国否决，所以安理会没有行动。这样听起来蛮可悲的哈。所以回到联合国，大概就能够先把什么事情做好呢？大概就是修好手扶梯或是提词机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